红发男子将艾迪亚抵在墙边，两人在昏暗的烛光下紧紧相贴。红发男子低声唤道：“艾迪亚，我觉得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。”他停顿片刻，轻声问道：“可以吗？”艾迪亚嘴角微扬，露出一抹笑意：“当然可以，卡里奥大人。”他从怀中取出一个精致的小瓶，为了今晚，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个？宏伟的庄园在阳光下静静伫立。艾迪亚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我曾无数次以为这只是一场梦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这里是所谓的浪漫奇幻小说的世界。在前世被卡车撞击后，我再次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转生成了伯爵千金艾迪亚。我确信自己身处一本名为《神圣柏拉图》的小说中，但那本书并不合我的胃口，我很快就弃读了，所以对剧情记得并不清楚。我唯一能回想起的核心设定是，在这个世界里绝对没有任何性自由。如果我读过整本书，或许能掌握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知识。我当初真的应该把全书看完，但我那时只关心那些成人内容，本以为转生成贵族小姐就能过上舒适无忧的生活。然而我转生的这个身体只是一个家道中落、身无分文的背景板角色。艾迪亚被赶出了庄园，在没有任何亲戚可以投靠的情况下，他独自站在落叶纷飞的街头。他低头看着手中的招工启事，无论如何，为了生存，我必须工作。他重新振作起来，毕竟在前世，我可是一家大型成人玩具制造商的产品开发主管，是靠着自己的努力，一步步爬上那个位置的女人。虽然在晋升后不久就来到了这里，但我真的很想开发出安全有趣的成人玩具，以此来丰富每个人的性生活。事到如今，后悔也没用了，我必须专注于眼前的事情。虽然家道中落，但我还拥有足以维持生计的魔力。总之，先找份工作吧。然而，现实远比想象中残酷。艾迪亚垂头丧气地坐在长椅上，这个世界的求职之路也一样艰难，连一个录用通知都没有收到。突然，不远处传来一阵尖锐的斥责声：“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”艾迪亚顺着声音望去，只见一家店铺门前，一名年长的女仆正对着年轻女仆大声呵斥：“你这无可救药的家伙，看来得狠狠教训你一顿，才能让你那榆木脑袋清醒点。”艾迪亚伸出手，死死扣住了年长女仆的手腕。你真的认为诉诸暴力也算是一种教导吗？他沉思着，这种动不动就情绪化并诉诸暴力的上司，正是我在前世发誓绝对不要成为的那种人。艾迪亚盯着年长女仆说道：“立刻给我住手！”年长女仆回过神来，挣扎着喊道：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竟然敢对我的管教方式指手画脚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”一位身着墨绿色礼服的女性走来，她语气平静地说道：“这位小姐说的完全正确。”年长女仆猛地一惊，转过身，恭敬地喊道：“达芙妮大人！”达芙妮走到近前，看着年长女仆说道：“你被解雇了，立即生效。”年长女仆慌张地回应道：“请等一下，我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，您怎么能就这样解雇我？”达芙妮神色冷淡：“无论你在这里工作了多久，我的家族都不需要对手下动粗的人。”他看向艾迪亚：“感谢你保护了我的女仆。”他注意到地上散落的纸张，弯腰将其捡起：“这是你的吗？”艾迪亚说道：“那是我的简历。”达芙妮看着手中的简历：“我是达芙妮，兰斯洛特公爵夫人。你的名字是艾迪亚，对吗？你是在找工作吗？”多亏了那次意外，我开始在兰斯洛特公爵夫人身边工作，成为了照顾她日常起居的私人女仆。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，艾迪亚一边为达芙妮倒茶，一边说道：“早上好，达芙妮大人。”达芙妮神色倦怠地回应道：“早上好。”艾迪亚看着达芙妮说道：“您今天的脸色看起来又有些苍白。”达芙妮轻声叹了口气：“是因为我最近一直睡不好，我丈夫还在世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。”艾迪亚站在桌旁问道：“所以当您的丈夫还在世时，您能睡得很安稳吗？”达芙妮轻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和丈夫在床事上非常契合，在睡前想起他，只会让我感到更加挫败。我想我是因为性生活匮乏而感到沮丧。”艾迪亚愣在原地，达芙妮露出歉意的微笑：“抱歉，如果让别人知道我在谈论这种事，一定会引起丑闻的。”艾迪亚心中暗自思忖：没错，这是一个严禁性自由的王国，甚至连谈论这种事都是被严格禁止的。他们极度强调纯洁的价值，以至于婚前性行为甚至再婚都是被禁止的。虽然我并不感到意外，但是自从丈夫去世后，达芙妮就一直孤身一人。达芙妮看向艾迪亚说道：“总之，请把刚才的话当做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。”艾迪亚微微躬身：“如您所愿，达芙妮大人。”深夜，艾迪亚独自坐在桌前，虽然听到达芙妮亲口说出性生活匮乏这种话，确实让我很惊讶，但是他能对我分享这种私密的事，说明他真的很信任我。既然如此，我想回报这份信任。如果有办法能帮达芙妮大人睡个好觉的话。艾迪亚的眼神变得坚定。我想到了一个主意，也许我可以用魔法来制作一个能让女性独自享受快乐的自慰玩具。它可以伪装成房间里的装饰品，拥有可爱又时尚的设计。艾迪亚在深夜的房间里忙碌着，接下来只需要注入我的魔力，并设定好程序，让它能传递出温柔的快感。清晨的阳光洒向宏伟的公爵府邸，达芙妮走向艾迪亚，说道：“早上好，艾迪亚。”艾迪亚微微躬身回应道：“早上好，达芙妮大人。您今天起得比平时要早呢。”达芙妮说道：“我昨天用了你送给我的那个小礼物，我简直等不及要告诉你我的感受了。”艾迪亚愣住，我昨天才刚送给他，没想到他已经用过了。他试探着问道：“感觉如何？”达芙妮露出沉醉的神情，让我告诉你，那简直太神圣了。用过之后，我睡得像个婴儿一样安稳。谢谢，特意为我做这些。艾迪亚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您能喜欢真是太好了。”达芙妮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虽然这和与他共度的夜晚感觉不同，但是它确实有着独特的魅力。”
好了，我想我的评价已经说得够多了。其实我还有件事想和你商量。他凑近艾迪亚的耳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想把这个送给几位处境和我相似的朋友，所以你能再为我多做几个吗？”艾迪亚愣在原地。什么？夕阳笼罩着宏伟的皇宫，一只手正握着羽毛笔在纸上书写。房门被推开，银发男子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。我刚弄到了一些非常劲爆的消息，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制的。红发男子坐在办公桌后，神色冷淡地抬起头。达芙妮端起茶杯说道：“你真是个天才，艾迪亚，真想不到你能做出这么完美的成品。”他喝了一口茶，继续说道：“我的朋友们也都这么说，多亏了你，他们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。”艾迪亚回应道：“非常感谢，能让大家感到满意是我的荣幸。”艾迪亚回想起那天，达芙妮曾对自己说道：“我想把这些送给和我处境相同的朋友们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再多做一些。”于是，艾迪亚按照达芙妮的要求制作了许多成品，而且这些东西似乎大受欢迎。达芙妮接着说道：“对了，似乎其他贵族女性也对这些东西产生了兴趣。既然有这个机会，我们要不要试着把它们卖出去？”达芙妮愣住了，她有些迟疑地说道：“虽然很高兴有这样的需求，但我们没办法通过正常渠道销售吧？在这个国家，任何被视为损害纯洁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。”达芙妮说道：“确实如此，但如果利用我的关系，我们可以通过地下渠道进行分销，你觉得呢？”艾迪亚问道：“为什么要做到那种程度？您这样做是在走钢丝。”达芙妮说道：“艾迪亚，我曾被你创造的东西拯救过，所以我相信这一定会对这个国家的女性有所帮助。”艾迪亚看着达芙妮，轻声唤道：“达芙妮大人。”他沉思着，如果我做的东西能让女性的生活变得更愉快，他下定决心说道：“我会试一试的。不过有一件事我想请求您。”达芙妮问道：“是什么？”艾迪亚握着笔记本说道：“在正式发布之前，我想听听那些使用过我作品的朋友们的反馈，如果能得到他们最真实的意见，我相信我能做出更完美的成品。”达芙妮思索着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既然如此，你要不要去参加一场社交聚会？在那场聚会上，你应该能听到他们的反馈。”艾迪亚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我真的可以去参加社交聚会吗？”达芙妮微笑着解释道：“聚会的主人非常喜欢你的作品，只要我说明情况，我相信对方一定会配合的。当然，为了不暴露你的真实身份，你必须乔装打扮一番。”艾迪亚重复道：“乔装打扮。”他站在镜子前，看着自己被魔法改变了颜色的长发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虽然是第一次尝试染发魔法，但看起来效果不错。达芙妮推开门走进房间：“今天你不再是艾迪亚，今天你是丽贝拉托雷。”艾迪亚转过身，对着达芙妮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请多指教。”达芙妮看着艾迪亚的新发色，赞叹道：“真是漂亮的颜色。那么我们快点换衣服吧，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礼服。”艾迪亚走进宏伟的宴会厅，看着眼前金碧辉煌的景象，感叹道：“真了不起。”他用折扇遮住半张脸，观察着四周。这就是贵族的社交聚会啊！必须小心行事，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大厅里的贵族们注意到了这位生面孔，纷纷低声议论起来：“快看，那是哪家的千金？长得真漂亮，礼服的品味也很好。”艾迪亚察觉到周围投来的目光，感到有些局促。那些人一直在往这边看，是在议论什么吗？难道我的礼服看起来很奇怪？达芙妮走在前面安抚道：“我已经约好了，带你去人少一点的地方见大家，他们都很期待见到你。”达芙妮带着艾迪亚走进休息室，对着在座的贵族女性们说道：“各位晚上好。”原本正在交谈的夫人们纷纷停下动作，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达芙妮身后的少女。其中一人低声问道：“难道这位就是？”达芙妮微笑着介绍道：“是的，他就是那些东西的制作者。”艾迪亚走上前，提起裙摆行礼：“我的名字是丽贝拉托雷，很高兴见到各位。”夫人们瞬间爆发出热情的欢呼，纷纷围拢过来：“我真的太高兴能见到你了，我一直都想当面感谢你。”艾迪亚看着这群热情洋溢的女性，感到有些意外。一位夫人红着脸说道：“我的丈夫一直很冷淡，我以前对此非常不满，但多亏了你的作品，我现在感到非常满足。”另一位夫人捧着脸颊附和道：“我的皮肤状况也变好了呢。”夫人们激动地围住艾迪亚，不停地表达着谢意：“真的非常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恩人。”艾迪亚微笑着回应道：“这是我的荣幸，谢谢大家，能亲耳听到你们的想法，我真的很开心。”一位夫人有些遗憾地说道：“我们真的很想写信向你致谢，但是在这种事情上必须非常谨慎，不能留下任何证据。”另一位夫人叹了口气说道：“确实如此，明明邻国阿斯莫在性方面是那么开放。”艾迪亚好奇地问道：“邻国阿斯莫吗？那里的性观念和我们国家完全不同吗？”达芙妮点头：“是的，那里的差异大到无法想象。如果我们的国民踏入阿斯莫王国的领土，恐怕会因为过度震惊而晕过去吧。抱歉，比起邻国的故事，我更想听听各位对产品的反馈。”一位夫人立刻举起手说道：“我当然有意见，我想要刺激感更强一点的东西。”艾迪亚认真记录着大家的想法，非常感谢各位宝贵的意见。他心中充满了动力，听到了这么多有用的信息，感觉下次一定能做出更好的成品。突然，艾迪亚察觉到了异样，他看向镜子，发现发梢的颜色正在悄然改变，原本伪装的发色正在褪去，露出了原本的紫色。艾迪亚惊恐地捂住头发，魔法失效的速度比我想象中还要快。达芙妮察觉到艾迪亚的异状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艾迪亚神色慌张地回应道：“非常抱歉，我是陪一下，我突然觉得头有点晕。”达芙妮察觉到了异样，伪装正在消失，她立刻扶住艾迪亚：“我已经准备好了马车，你先回家休息吧。”艾迪亚提起裙摆，匆忙穿过走廊。虽然成功离开了会场，但情况依然很糟糕。如果在这个时候被人看到，
真面目，一切就全完了，我必须快点离开。他跑下楼梯，耳环在剧烈的动作中松动，掉落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。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捡起了掉落在地上的耳环。金发男子看着掌心里的首饰，低声念出了那个名字：利贝拉托雷。艾迪亚打开车门，准备登上马车，突然一只手猛地抓住他的手腕，艾迪亚惊叫出声。他回过头，一名红发男子出现在视线中。艾迪亚开口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他一脸惊恐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这样？难道他发现我的真实身份了？我不能在这时候退缩，我必须表现得强硬一点。艾迪亚俯身向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突然抓着女人的手。卡里奥松开手回应道：“抱歉，我有一件事一定要问你。”卡里奥说道：“你想问什么？”卡里奥拿出一件物品，这是你做的吗？艾迪亚在心中惊呼道：“为什么他会有我的商品？我记得明明没有卖给过男人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怎么知道是我做的？难道他看到我变身魔法失效的样子了？”卡里奥盯着艾迪亚，请诚实的回答我。艾迪亚在心中叹息，反正变装魔法已经失效了，我知道这时候应该装傻，但是面对自己辛苦创作出的东西，我无法撒谎。他开口回应道：“是的，那些东西确实是我做的。”卡里奥低声说道：“果然如此，既然这样，你能和我一起去阿斯莫王国吗？”艾迪亚愣住了。阿斯莫王国，那个邻国吗？卡里奥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是卡里奥·莫德乌斯，阿斯莫王国的皇太子。”艾迪亚大吃一惊，皇太子？邻国的皇太子为什么要找我？卡里奥说道：“有一件事只有你能做到，如果你愿意来，我会准备丰厚的报酬。”艾迪亚惊讶地喊道：“什么？”他在心中告诫自己，冷静点，不能被动摇。他开口说道：“就算你突然这么说。”卡里奥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我需要你的才华。”艾迪亚看着他，心中泛起一丝波澜，能被这样肯定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他想起关于那个国家的传闻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阿斯莫王国和这里不同，那里拥有性自由。如果去那里，或许我能安心的继续制作商品。但是艾迪亚脑海中浮现出那些一直支持他的女性们。他开口回应道：“对不起，我现在必须拒绝你。在这个国家还有人在等着我的商品，我不能丢下他们去邻国。”卡里奥低下头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虽然很遗憾，但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改变主意。当那一刻到来时，请使用这个。”艾迪亚看着卡里奥递过来的东西，这是什么？卡里奥将手镯戴在艾迪亚的手腕上，这是一个注入了特殊魔法的手镯，如果使用它，即使相隔很远，我们也能互相联系。它还附带了多层强大的保护魔法，这看起来并没有恶意。如果有一天你想来我的国家，请告诉我。他注视着艾迪亚，我随时都会来接你。艾迪亚低声回应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卡里奥转身离开，非常感谢。艾迪亚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暗自思忖，他到底想求我做什么，竟然愿意做到这种地步。几周后的深夜，瓦伦蒂坎王国寝宫的床帐内传出阵阵喘息，一名女子呼唤着：“尼尔王，再多一点。”尼尔王停下动作，有些无奈地感叹道：“真是的，身为教皇的女儿竟然如此放荡。”尤利克·斯塔西莱，你真是个厚颜无耻的女人。尼尔王靠在床头，手中把玩着一枚精致的耳坠。尤利克问道：“那只耳坠是什么？”尼尔王回应道：“这是前几天参加宴会的一个女人的。”尤利克看着他，一个女人。尼尔王露出玩味的笑容，我很好奇，那个制作出如此粗俗商品的女人，在床上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？尤利克问道。什么粗俗的商品？尼尔王回应道。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我想要的只是那个女人的身体。尤利克微笑着说道。陛下除了我以外，竟然会对其他人感兴趣，这还真是少见。我有点好奇她的名字。尼尔王披上外套，我想想，好像是叫利贝拉托雷。我要走了。他走向门口，当国王真是麻烦。尤利克独自坐在床上，看着紧闭的大门。利贝拉托雷。艾迪亚拿着信件说道：“这些也想加入订单。”店主看着订单感叹道：“又是一笔大订单，这些是新品吗？”利贝拉托雷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他沉思着，已经发售的情趣用品销量非常好，所以我决定从新系列开始增加产量。店主说道：“这确实让我们很高兴，但是请务必小心周围的情况。”艾迪亚疑惑地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店主解释道：“经营了几十年的魔法道具店，自然会收集到很多情报。就在前几天，我收到了一份传单。”他从柜台下拿出一张纸：“你能看看这个吗？”艾迪亚接过传单，看着上面的内容，他惊呼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艾迪亚被困在闪烁的法阵中，两名黑衣人站在一旁施法。店主说道：“抱歉，小姐。”艾迪亚质问道：“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店主回应道：“当然是为了钱。”他向黑衣人下令，在准备好转移之前，先把他关进仓库里。艾迪亚伸手触碰紧闭的大门，门上浮现出复杂的紫色法阵。他尝试破解，却无济于事。他低声自语道：“不行，这上面施加了非常强力的魔法，不愧是魔法道具店的老板。”他蹲在仓库角落，没想到会被关系这么好的生意伙伴背叛。虽然不知道会被传送到谁那里，但对方肯定会追问货物的下落。在这个国家，果然没有可以信任的人。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看向自己的手腕。卡里奥曾说过，这是一个施加了特殊魔法的手链，只要戴着它，即使距离很远也能联系。艾迪亚看着闪烁微光的手链，没错，还有这个。阳光照耀在宏伟的皇宫建筑上。卡里奥走进宏伟的大殿，侍从高声宣布：“阿斯莫王国的卡里奥王子殿下到。”尼尔王俯视着下方问道：“阿昆国王今天不是应该亲自过来吗？”卡里奥回应道：“我父亲身体不适，所以我作为他的代理人出席。”尼尔王靠在椅背上冷笑道：“派一个乳臭未干的新人来参加正式谈判，瓦伦蒂坎果然是在小看我们。”
卡里奥平静地说道：“确实我还很年轻，无法与我的父亲相比，但作为王储，我自认在学识方面并不逊色于他。请让我们再次讨论未来的贸易事宜。”尼尔王站起身，径直走下台阶。那件事就先维持现状吧，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，我很忙的。他与卡里奥擦肩而过，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：“如果你只会说这些无聊的话，就直接回家去吧。”卡里奥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他走出大殿，登上马车。虽然听父亲提起过，但没想到竟然傲慢到这种程度。摊上这种麻烦的国王，瓦伦蒂坎的人民一定也很辛苦。他靠在马车座椅上，突然察觉到手腕上的异样。他看向闪烁着微光的手链，低声说道：“利贝拉托雷。”艾迪亚的声音从手链中传来：“救救我！”卡里奥做直身体问道：“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艾迪亚焦急地回应道：“我好像被通缉了，现在被关了起来。”卡里奥追问道：“你现在在哪里？”艾迪亚说道：“大概是在王都西侧的购物区。”他身后的黑衣人注意到了光芒，指着他的手腕喊道：“那手链是什么？快把它弄碎！”艾迪亚发出尖叫：“住手！”卡里奥对着手链喊道：“等一下，利贝拉托雷，快回答我！”手链的光芒熄灭，通讯彻底中断。卡里奥坐在马车里，陷入沉默。车窗外的随从问道：“殿下，我们要直接回阿斯莫吗？”卡里奥沉声说道：“去王都西侧的购物区。”马车在繁华的街道上停下。卡里奥走下车，注意到脚边飘落的一张纸，他捡起那张悬赏令，上面赫然印着利贝拉托雷的照片，悬赏金额高达100万。卡里奥看着悬赏令说道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。”他感受着空气中的波动，这种魔力气息和他制作的那些商品一模一样。他看向街边的一栋建筑，我能感觉到气息就在这家店里。卡里奥推开店门，门上的铃铛发出清脆响声，店主迎上前来问道：“欢迎光临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”卡里奥逼近店主问道：“利贝拉托雷在哪里？”店主显得有些慌乱：“利贝拉托雷，我从没听说过这种魔法道具。”卡里奥周身浮现出巨大的金色法阵，他俯视着店主说道：“别装傻，如果你不想死，就告诉我他的位置，我需要他。”在迷雾笼罩的森林中，一辆马车缓缓停下，黑衣人说道：“我们到了。”另一名黑衣人回应道：“我们快点把他带走吧。”艾迪亚被封住了嘴，双手被捆绑在身后。他环顾四周陌生的环境，带我去哪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一名黑衣人说道：“在把他交出去之前，我们要不要先找点乐子？这家伙似乎是靠卖那些下流商品赚钱的，无论我们对他做什么，他应该都会很享受吧？”另一名黑衣人发出阴冷的笑声：“我明白了。”他们打量着艾迪亚，长得还不赖。艾迪亚看着逼近的两人，在心中呐喊：“不要，别靠近我！”法阵突然绽放出耀眼的金色光芒。一名黑衣人惨叫着飞了出去，重重地摔进灌木丛中。另一名黑衣人惊恐地后退。这是什么？这种惊人的魔力！巨大的金色法阵在半空展开。卡里奥从传送光芒中现身，冷冷地看向黑衣人：“离他远点！你们这些败类！”卡里奥站在马车旁说道：“快上来吧！”艾迪亚回应道：“非常感谢。”卡里奥握住艾迪亚的手，猛地一惊，他在发抖。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，他一定吓坏了。卡里奥开口安抚：“现在可以放心了，这里已经安全了。”艾迪亚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一旁的随从问道：“殿下之后要怎么办？”卡里奥看向艾迪亚：“我会送你回家，你能告诉我地址吗？”艾迪亚重复道：“回家。”他陷入了沉思，即便现在回去，自己依然是被通缉的身份，只会给达芙妮添麻烦。他看向卡里奥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想去一个地方，我想去阿斯莫王国。卡里奥，你会带我一起走吗？”他下定了决心，虽然转生到了这个国家，但我没有理由非得留在这里。既然这个国家把我当成敌人，那我就去一个需要我的地方，毕竟这是我的人生。卡里奥回应道：“当然，我们一起去。”艾迪亚说道：“非常感谢，但是在那之前。”达芙妮看着艾迪亚说道：“艾迪亚，我以为你已经平安回来了，结果你现在要去阿斯莫王国。”艾迪亚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达芙妮大人，真的非常感谢您。”达芙妮说道：“应该是我谢谢你，特意来向我告别，很高兴能在最后再见你一面。”他走到桌旁，我一直预感到这一天会到来，所以提前准备了一些东西。他打开盒子说道：“这是我送给你的离别礼物。”艾迪亚急忙挥手拒绝：“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接受。”达芙妮回应道：“多亏了你提供的商品，我的生活才发生了改变，甚至觉得这份礼物还太轻了。”他按住艾迪亚的肩膀：“艾迪亚在那边也要加油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”马车缓缓驶离宅邸，艾迪亚对卡里奥说道：“抱歉，我的行李突然增加了这么多。”卡里奥回应道：“没关系，我现在明白了你有多么受人爱戴，他对你来说一定也是非常重要的人吧？”艾迪亚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达芙妮大人给了我一个归宿。转生到瓦伦蒂坎王国后的时间并不算长，然而离开这个国家时感到的那份悲伤，大概是因为达芙妮以及自己制作的那些商品，曾给这里的贵族女性们带来了快乐。不知道在阿斯莫王国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。”艾迪亚闭上眼睛，身体随着马车的晃动倾斜，靠在了卡里奥的肩膀上。卡里奥愣住了，看着熟睡的艾迪亚，沉默不语。瓦伦蒂坎王国教堂内，尤利克看向神父说道：“父亲，今天聚集的人比平时还要多呢。”神父回应道：“大概大部分男人都是为你而来的。”尤利克笑着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这都是我的功劳了。既然如此，作为奖励，您能给我买一件新裙子吗？”神父看着他：“上个月才刚给你买过一件。”尤利克反驳道：“那已经过时了，如果不是最新的款式，尼尔国王陛下会失望的。还有你也是。”他露出微笑：“父亲，你不是想让我成为王后吗？”神父叹了口气：“你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只能买了。”尤利克欢呼道：“太好了，说好了哦！”一名女仆跑过来说道：“尤利克小姐有情况汇报。”她凑到尤利克耳边，低声说道：“利贝拉托雷塔。”尤利克神情凝重：“你说什么？
马车停了下来，卡里奥轻声唤道：“我们到了。”艾迪亚猛地惊醒，发现自己正靠在卡里奥肩上，他慌忙作证说道：“对不起，真的非常抱歉。”卡里奥回应道：“没关系，坐了这么久的马车，你一定累了，你应该在城堡里好好休息。”艾迪亚回应道：“非常感谢。”宏伟的城堡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庄严。卡里奥带着艾迪亚走入其中，进入房间后，艾迪亚尽情享受着精致的甜点，感到无比惬意。他躺在宽敞华丽的大床上，这种感觉真好。他随即冷静下来，心生疑虑。即便如此，让我住这么好的房间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仔细回想起来，卡里奥大人究竟是为了什么才把我带到这里来的？艾迪亚猛地坐起身，难道说这难道就是那种转生小说里常见的套路？皇帝疯狂宠爱女主角的超展开剧情吗？他摇了摇头，不可能。卡里奥曾说过需要我的才华。门外传来敲门声，卡里奥问道：“我可以进来吗？”艾迪亚有些惊讶：“卡里奥大人，请进。”卡里奥推门而入，他脱去了华丽的军装礼服，只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。他低声唤道：“利贝拉托雷。”艾迪亚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卡里奥看向艾迪亚说道：“我有件事想和你谈谈。”艾迪亚心中暗自疑惑，这种尴尬的表情是怎么回事？卡里奥坐在沙发上说道：“抱歉，在你旅途劳顿的时候提起这件事。”艾迪亚坐在对面回应道：“没关系，倒是我要谢谢你为我准备了房间，非常感谢。”两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艾迪亚问道：“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卡里奥低下头说道：“我有件事想拜托你。”艾迪亚露出笑容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，我也很想报答你，所以请告诉我吧。”卡里奥避开视线说道：“其实我想让你为我做一些东西，为我做一些商品。”艾迪亚疑惑地看着他，他走在走廊里，陷入了沉思。所谓的商品，是指我以前在瓦伦提坎王国制作的那些自娱自乐的用品吗？我本想再确认一些细节。艾迪亚追问道：“商品吗？”卡里奥急忙站起身，越快越好，做完之后直接向我汇报。说完便快步离开了房间。艾迪亚向守卫的士兵问道：“早上好，请问卡里奥大人在这里吗？”士兵回应道：“殿下今天一整天都有公务，可能很难见到他。”艾迪亚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他一脸苦恼，我真的很想好好问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商品。银发男子走近扶住艾迪亚的肩膀：“你看起来很苦恼呢，小姐。”艾迪亚被吓了一跳：“你是谁？”银发男子笑着回应道：“哎呀，你没听说过吗？我是辛斯·贝利奥特，骑士团团长，我负责保护皇子殿下。虽然他很强，其实并不怎么需要我。”艾迪亚正要开口，非常抱歉，我是一名女仆走过来打断了对话。辛斯大人，好久不见了。辛斯转过身看向女仆，这不是朱妮酱吗？他搂住朱妮的腰，低声说道：“今晚我会让你比上次更开心的。”朱妮红着脸回应道：“我很期待。”艾迪亚捂住嘴：“阿斯莫王国真的这么开放吗？”辛斯看向艾迪亚：“你在惊讶什么？”艾迪亚说道：“虽然早有耳闻，但这和瓦伦提坎王国相比，简直是两个极端，尤其是在男女关系方面。”辛斯说道：“和阿昆陛下相比，我根本算不了什么。”艾迪亚疑惑地问道：“阿昆陛下？”辛斯解释道：“他是这个国家的国王，也就是卡里奥殿下的父亲。阿昆陛下每天晚上都会召见好几位女性。”艾迪亚感到非常震惊，每天晚上，而且还是好几位，真不愧是国王。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难道卡里奥大人提到的商品是指那种东西吗？为了和女性相处时保持新鲜感而使用的道具？艾迪亚看向辛斯：“辛斯大人，非常感谢你，多亏了你，我终于想到该做什么了。”说完，他便转身跑开了。辛斯看着他的背影，感叹道：“他就像一阵风一样。”艾迪亚快步跑在走廊里：“卡里奥大人救了我，还让我留在这里，我必须尽快把东西做出来报答他。”瓦伦提坎王国的宫殿内，尤利克快步走在长廊上。利贝拉托雷逃走了是什么意思？甚至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？真是一群没用的废物！既然那个女人失踪了，尼尔陛下对她的兴趣应该很快就会消失吧？身后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：“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？”尤利克停下脚步，转过身看向来人，真是倒霉，偏偏在这个时候被太后撞见。太后站在走廊尽头，正注视着尤利克。尤利克向太后行礼：“好久不见了，格雷塔太后陛下，尼尔陛下召见了我，我们计划今晚一起读书。”太后露出微笑：“原来如此，勤学是好事，不过尤利克小姐，你最好不要待得太久。”尤利克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感谢您的建议，我会铭记在心的。”他再次躬身行礼：“尼尔陛下还在等我，请恕我先行告退。”他转身离开。对于想要远离教会的太后来说，我的存在一定让她感到很烦躁吧？但遗憾的是，已经太迟了。你那宝贝儿子已经完全被我迷住了。尤利克推开寝殿的大门说道：“打扰了。”尼尔躺在床上，看向门口：“你迟到了。”尤利克走向床边：“耐心是最好的调味品，您不知道吗？”卡里奥走出书房，守卫的士兵行礼说道：“感谢您工作到这么晚。”卡里奥回应道：“谢谢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”他停下脚步，看向一间亮着灯的房间，那个房间是艾迪亚正坐在桌前忙碌。敲门声传来，他轻声应答道：“请进。”卡里奥推门走进房间：“你还没睡吗？”艾迪亚站起身：“卡里奥大人，您来的正是时候，我试着做了几样您要求的商品。”卡里奥说道：“这些东西很像你以前在瓦伦提坎王国制作的那些。”艾迪亚有些不安地问道：“我尽量做的让新手也能轻松使用，是不合您的口味吗？”卡里奥低声回应道：“在谈论喜不喜欢之前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该怎么用。”艾迪亚看着卡里奥困惑的样子，如果他以前从未接触过这类玩具，不知道用法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艾迪亚走上前：“那么，请让我简单解释一下用法吧。”
当你的伴侣做出这种动作时，你就这样慢慢的配合。起初只要这样，等气氛热烈起来后，再换成那种方式，这样很快就能达到高潮了。卡里奥突然靠近艾迪亚，眼神变得深沉。艾迪亚愣住了，轻声唤道：“卡里奥大人。”卡里奥突然倒在他身上，艾迪亚愣在原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卡里奥大人打算和我一起使用这些东西吗？他大声喊道：“请等一下，卡里奥大人，现在就开始实践，也太快了！”卡里奥整个人向前倾倒，艾迪亚被他扑倒在床铺上，他试探着问道：“卡里奥大人？”卡里奥没有任何回应。艾迪亚再次喊道：“卡里奥大人！”辛斯站在床边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小姐，你这次真是做得太过火了。他对这种东西完全没有免疫力。艾迪亚愣在原地，你说的那种东西是指什么？辛斯思索着，该怎么说呢？他很纯情，说的好听点就是贞洁。他走向门口，挥了挥手说道：“算了，你还是亲自问他吧。我今晚和可爱的女仆有个约会，先走一步了。”房门关上，房间里只剩下艾迪亚和昏睡的卡里奥。艾迪亚反复思索着，贞洁、纯情。他看向躺在床上的卡里奥，也就是说，他还是个处男。艾迪亚推开房门，走进卧室，他坐在床边自言自语：“卡里奥大人竟然还是处子吗？在这个如此开放的国家，像他这样年纪的皇子，竟然还没有过经验。”艾迪亚猛地回过神，他摇了摇头，这只是偏见，他一定有自己的理由或坚持，我不该怀疑他。比起与人建立亲密关系，有人更喜欢独自生活，甚至有些客人也更倾向于独自使用那些商品。艾迪亚下定决心，总之等明天卡里奥大人醒来，我一定要去见他。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室内，卡里奥推开沉重的大门，走进了宏伟的走廊。艾迪亚早已等候在侧，他微笑着打招呼道：“早安，卡里奥大人。”卡里奥回应道：“早安。”艾迪亚说道：“很抱歉在您还在恢复期间就来拜访，但我很想为昨天发生的事情向您道歉。”卡里奥看向他说道：“那并不是你需要道歉的事，如果非要说的话，应该是我为吓到你而感到抱歉才对。”艾迪亚继续说道：“另外我还有些事情想请教您，如果您能抽出1、2点时间的话。”一名女仆走近，她恭敬地说道：“殿下早餐已经准备好了。”卡里奥点了点头：“谢谢你。”他看向艾迪亚：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要不要和我一起用餐？”艾迪亚有些慌乱地摆手拒绝道：“这怎么好意思？”话音未落，他的肚子传出一阵响亮的轰鸣声，场面顿时陷入尴尬。艾迪亚低下头，红着脸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餐厅内摆满了丰盛的早餐，卡里奥坐在餐桌前，神情显得有些局促。我也很惊讶，没想到父亲大人会在这里。餐桌的另一头，阿昆国王正优雅地切着盘中的食物。卡里奥开口询问：“我听说你今天早上有事要忙？”阿昆国王说道：“但你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我们偶尔也该像这样聚一聚。”艾迪亚感到无比紧张，我原以为只有我们2个人的，真不敢相信我竟然会突然面对国王陛下本人。卡里奥继续说道：“我很抱歉，现在才为您介绍，这位是……”国王打断了卡里奥的话：“不需要介绍了。”他看向艾迪亚，他就是那个在瓦伦提坎制造那种可耻工具的鲁莽傻瓜，对吧？你坚持认为他是绝对必要的，所以我才勉强允许他进入城堡。但对于你这种连女人都无法拥抱的男人来说，竟然要依靠这种可疑的工具，真是个可悲的家伙。皇室的缺陷品，这真是个贴切的称号。卡里奥沉默地低下头。国王继续训斥道：“如果你是阿斯莫王国的王子，至少应该能叫一个女人进你的卧室。”艾迪亚开口说道：“恕我冒昧，通过使用商品来追求自己的快乐，这有什么可耻的？与其与不计其数的陌生人发生混乱的关系，我相信卡里奥大人选择私人使用的商品是一个健康且明智的决定。”卡里奥惊讶地看向艾迪亚。艾迪亚继续说道：“陛下称呼他为缺陷品，但是卡里奥大人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我希望您收回刚才的话。”国王停下手中的餐刀。“是吗？”艾迪亚的内心陷入恐慌，我竟然没经过大脑就说出来了，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大不敬罪吗？我居然顶撞了一位国王。卡里奥站起身：“利贝拉托雷，等一下，我想和你单独谈谈。”艾迪亚紧张地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卡里奥推开房门：“父亲请原谅，我们先告辞了。”国王看着2人离去的背影，脸上露出一抹深长的笑意。我原以为她只是个无趣的女人，但是2人来到寂静的花园，艾迪亚低下头道歉：“卡里奥大人，刚才是我太失礼了。”卡里奥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艾迪亚惊讶地看向他：“卡里奥大人。”卡里奥平复了一下情绪：“抱歉，只是你是第一个敢那样训斥我父亲的人。”他在长椅上坐下：“别担心刚才发生的事，就算父亲之后对你说什么，我也会处理好的。”艾迪亚回应道：“非常感谢您。”卡里奥说道：“更重要的是，让我们继续之前的谈话吧。你一大早赶过来，是有事想问我吧？”艾迪亚在一旁坐下：“是的，卡里奥大人，我对您了解的并不多，而且昨天还给您添了麻烦。我意识到，如果我要为您制作商品，就需要进行一次正式的访谈。”卡里奥看向别处：“那也是我的错，我没有勇气向你坦白那个可怜的自己。”他看向艾迪亚：“我觉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，你愿意听吗？”艾迪亚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当然，请告诉我吧。”卡里奥低声说道：“谢谢你。那是发生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。那天深夜，我睡不着，正抱着书走在走廊上，突然一阵奇怪的声音从父亲的房间里传出来。我出于好奇，顺着门缝向里窥视，我的父亲正和一名陌生的女人。”卡里奥手中的书本掉落在地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房间内的女人听到了动静，转过头看向门口，她并没有停下动作，反而露出了扭曲的笑容，口中呼喊着国王的名字。卡里奥被眼前的景象吓得魂不附体，转身拼命逃离。艾迪亚说道：“所以那一刻成了您的创伤？”卡里奥点头：“是的，在我产生任何欲望之前，
那个画面总是会浮现在脑海中，破坏掉所有的气氛，甚至仅仅是产生相关的念头，都会让我感到身体不适。你可能会觉得我不该勉强自己，但是阿斯莫王国是一个崇尚爱与自由的国家，而我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下一任国王，还有继承人的问题需要面对。以我现在的状态，无法履行作为国王的职责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到，或许可以从个人使用的商品开始寻找一个突破口。艾迪亚心中暗自思忖，原来这就是他委托我的原因。他握住卡里奥的手，我一定会为您制作出最棒的商品，所以请您再稍微等待一段时间。卡里奥回应道：“那么就拜托你了。”门外传来剧烈的敲门声，尤利克睡眼惺忪地打开门。大清早的有什么事？女仆回应道：“我有非常重要的报告。”尤利克有些不悦，到底是什么事？重要到竟然要打扰我和尼尔陛下的相处时间？女仆在尤利克耳边低声耳语：“利贝拉托雷。”尤利克猛地睁大眼睛，大声质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利贝拉托雷在阿斯莫王国。尼尔听到这个名字，若有所思地重复道：“利贝拉托雷。”他回想起曾经在台阶下看到的那个身影，以及散落在地上的耳饰。尼尔的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。艾迪亚说道：“所以这个玩具也失败了呀？为了不触发你的创伤，我昨天给你的那款特意做成了不诉诸视觉感官的类型。”卡里奥说道：“确实，我对它的排斥感比之前的要小，可一旦开始，无论如何，我过去的创伤还是会不断浮现。”艾迪亚低声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卡里奥沉思着，尽管他为了我这么努力的制作，我能给他的反馈却只有这些。艾迪亚笑着说道：“谢谢你的反馈。”卡里奥回应道：“每次都让你重新制作，应该由我来道歉才对。”艾迪亚摆了摆手：“没有什么开发是从一开始就成功的。俗话说，失败是成功的垫脚石。我会尝试再做一个原型机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有些迟疑地说道：“不过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仅靠目前城堡里的材料，我可能无法做出下一个玩具。我想去一趟魔法道具店，您能借我一辆马车吗？”卡里奥回应道：“当然可以，我也有些事情要去魔法道具店处理，所以明天我们一起去吧。”艾迪亚惊喜地回应道：“太感谢您了。”第二天清晨，马车停在庄园门口，卡里奥站在车旁静静等待。艾迪亚快步走来：“早上好，卡里奥大人。”卡里奥看着走近的艾迪亚，一时间愣在原地。“你今天看起来不太一样。”艾迪亚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既然要出门，我就试着挑了件平时不怎么穿的衣服，看起来会很奇怪吗？”卡里奥移开视线：“倒也不是。”辛斯突然从一旁现身：“你看起来真的很可爱。”艾迪亚惊讶地看向他：“辛斯大人，您也在这里？”辛斯凑近艾迪亚：“我听卡里奥提到了这件事，觉得很有趣，就决定跟过来了，而且还能看到你穿这身可爱的裙子，我来对了。”艾迪亚回应道：“谢谢您。”卡里奥拉开车门：“我们没时间站在这里闲聊了，出发吧。”艾迪亚一脸，他刚才是不是有点生气了？马车行驶在街道上，艾迪亚望向窗外，城镇虽然维持着基本的样貌，但各处看起来还是有些破旧。卡里奥坐在对面说道：“和你之前待过的瓦伦蒂坎相比，这里的城镇看起来应该很乱吧？”艾迪亚愣了一下，卡里奥继续说道：“阿斯莫资源匮乏，地形也十分险恶，所以国家很难发展起来。”艾迪亚回忆着，瓦伦蒂坎的国民对阿斯莫王国的印象一直都是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，而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，是因为传闻中阿斯莫的国民每天只顾着过放荡的生活，根本不去工作。这种传闻也被瓦伦蒂坎用来证明其限制性行为法律的正当性。艾迪亚收回思绪，原来资源和地形才是真正的现状啊！卡里奥回应道：“但如果现状一直维持下去，那也只是皇室无能的借口罢了。”卡里奥说道：“即使资源匮乏，阿斯莫王国也拥有一些独有的产物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努力通过这些资源和魔力，重点发展制造业来增强国力。”艾迪亚沉思着，卡里奥大人真的很在乎阿斯莫。他回过神来：“我们要去的魔法道具店也会卖阿斯莫王国特有的商品吗？”卡里奥回应道：“是的，那里应该有很多你在瓦伦蒂坎见不到的东西，不用担心价格，尽管挑选你喜欢的，毕竟是我拜托你制作玩具的。”马车停在了一家装潢精致的店铺前，艾迪亚走进店内，感叹道：“这些材料在瓦伦蒂坎根本买不到。”他穿梭在货架间，这个还有这个，感觉都能用在玩具上。卡里奥看着在货架间忙碌的艾迪亚，露出了温柔的笑意。艾迪亚拿起一瓶药水，竟然连染发药水都有。在瓦伦蒂坎的时候，我必须使用魔法来伪装自己，但现在我已经不再需要它了。卡里奥走到他身后：“不想要那个吗？不一定非要买制作玩具的材料，你也可以选些自己喜欢的。”艾迪亚回应道：“我只是看看。”他突然想起什么，说起来，那天卡里奥大人救我的时候，我的伪装似乎已经失效了。艾迪亚看向卡里奥，问道：“那天你救我的时候，是怎么知道我就是利贝拉托雷的？”卡里奥回应道：“那次啊，是因为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和那些玩具一样的魔力。”艾迪亚一脸惊讶：“你能看到魔力吗？这种能力在瓦伦蒂坎从未听说过，难道阿斯莫王国的每个人都能看到吗？”辛斯走过来揽住卡里奥的肩膀：“怎么可能？大概只有卡里奥能做到这种事，因为这家伙拥有极其庞大的魔力，像我这种普通人可使不出这种招数。”艾迪亚感叹道：“那卡里奥大人真的很特别。”辛斯继续说道：“作为交换，他也承担了相应的痛苦，就是了。”卡里奥打断道：“辛斯，到此为止吧。”艾迪亚抱着一堆材料走出店门，买的太多了，好重，不过全都是为了制作玩具。卡里奥突然停下脚步，在店铺的橱窗里静静陈列着一条华丽的项链，夕阳笼罩着整座城堡。辛斯挥着手说道：“那么，既然我今天又和几位姑娘约好了，就先走一步了。”
他拿着一个小礼盒，哼着小曲离开了。卡里奥看着辛斯的背影，说道：“他看起来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啊。”艾迪亚看向卡里奥：“卡里奥大人，今天真的很感谢您，能像这样自由的购物，还能和您聊这么多有趣的事，我真的很开心。”卡里奥回应道：“我会让马车随时待命，以后你想用的时候尽管开口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“还有。”他伸出手，指尖触碰到艾迪亚的颈肩。艾迪亚有些惊讶地问道：“卡里奥大人，这是？”他低头看向胸前，发现脖子上多了一条项链。卡里奥解释道：“你的手链不是坏了吗？这是一个新的护身符，如果再发生什么事，就通过这个联系我。”艾迪亚轻声回应道：“谢谢您，我很荣幸您能特意为我准备一个新的。”卡里奥看着他，毕竟是我把你带到这个国家的，利贝拉托雷。艾迪亚心想：利贝拉托雷。他低下头，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，我的名字其实叫艾迪亚。他抬起头，露出灿烂的笑容。但是我想你肯定已经习惯那个名字了，所以从现在起，你也可以继续叫我利贝拉托雷。卡里奥看着艾迪亚，沉默了一瞬，他从艾迪亚身边走过，风变凉了，我们进去吧。艾迪亚愣了一下，卡里奥回头看向他，走吧，艾迪亚。艾迪亚露出了笑容。深夜的房间里，月光洒在书桌上，卡里奥看着艾迪亚说道：“艾迪亚，我不想再隐藏自己的感情了，我现在就想要你。”艾迪亚惊慌地回应道：“太突然了，这种事情，请等一下。”艾迪亚猛地从床上坐起，大声喘着气。他环顾四周，疑惑地自言自语道：“等一下，那是梦吗？”他双手捂着脸，为什么会做这种梦？是因为最近一直在想该如何向卡里奥大人表达谢意吗？还是因为他回想起卡里奥的样子？他注视着自己，神情温柔。敲门声响起，艾迪亚开口说道：“请进。”女仆推门而入：“早上好，艾迪亚小姐，卡里奥殿下邀请您共进早餐。”艾迪亚愣住了，卡里奥大人邀请我，虽然很高兴能收到邀请，但刚刚才做了那种梦，现在去见他实在太尴尬了。他开口说道：“非常抱歉，请帮我转达谢意，但我今天不得不拒绝这份邀请。”女仆回应道：“明白了，那么我会把您的早餐送到房间里来。”艾迪亚走下床：“谢谢你，我打算整天都投入工作，所以除了用餐时间外，请不要来打扰我。”女仆关上房门离开。遵命。艾迪亚握紧拳头，现在不是担心那些奇怪事情的时候，集中精神工作。辛斯坐在一旁，观察着正在伏案工作的卡里奥。卡里奥停下手中的笔，发出一声长叹。辛斯靠在椅背上，问道：“你看起来心不在焉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卡里奥握着羽毛笔，说道：“没什么特别的。”辛斯看着他：“你表现成这样，说没什么特别的，显然是在撒谎。”他把玩着手中的宝石：“怎么了？是又和阿坤陛下吵架了吗？还是说是因为那位年轻的小姐？”卡里奥手中的笔停住了。“我试着邀请他共进早餐，甚至还有下午茶，但他全都拒绝了，说是想专注于工作。”辛斯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这就是让你烦恼的原因啊。他凑近办公桌，然后呢？卡里奥有些局促。就这样了。辛斯感叹道：“真无聊，不过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你为了人际关系这么苦恼，倒也挺新鲜的。”他站起身，但是那个女孩的工作不就是为你制作物品吗？如果她正专注于工作，那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卡里奥沉默不语。辛斯追问道：“你居然会主动邀请女孩子一起吃饭，到底是什么促使你这么做的？该不会你真的看上那位年轻小姐了吧？”卡里奥面露窘迫，他挥动法术，一道光芒闪过，直接将辛斯传送出了办公室。卡里奥冷冷地说道：“快给我回家去！”辛斯重重地摔在走廊的地毯上，发出一声惨叫，好痛！他坐在地上揉着后脑勺。作为皇太子，你下手也太狠了，真是的。他看向窗外，发现艾迪亚正抱着东西匆忙走过。阳光明媚的花园里，一座精致的白色凉亭静静伫立在繁花之中。艾迪亚抱着高高叠起的木箱，在花园里摇摇晃晃地走着，好像带了太多东西，这样根本看不清前面的路。一双手伸过来，接过了最上面的箱子。辛斯微笑着打招呼道：“你好啊，年轻的小姐。”艾迪亚回应道：“辛斯大人您好。”辛斯轻松地抱着箱子：“你看上去很吃力的样子，我来帮你吧。这些要搬到哪里去？”艾迪亚感激地说道：“非常感谢您，但实际上我还没决定要把它们搬到哪去。我现在是在房间里工作，但随着材料越来越多，那个房间已经快塞不下了。”辛斯无奈地说道：“所以我之前就提醒过你，你买的东西太多了。”艾迪亚反驳道：“但这些都是必要的。”辛斯看着艾迪亚，露出一丝笑意：“总之你现在需要一个能存放这些东西的地方，对吧？”艾迪亚点头：“是的。”辛斯说道：“那么我知道一个绝佳的地方，跟我来，我带你去看看。”两人穿过长廊，来到一处宽敞明亮的室内，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窗洒满房间，四周摆放着许多白色的花卉。艾迪亚环顾四周，这里是哪里？辛斯放下手中的木箱，这是城堡的别馆，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了，甚至连仆人们都不怎么过来，所以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里。艾迪亚惊喜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谢谢您，这真是帮了大忙。”他看着宽敞的房间，虽然这里有些旧了，还到处都是灰尘，但只要打扫一下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有了这么大的地方，工作起来一定会很顺利。这里不仅可以当仓库，还能作为工作室使用。夜幕降临，阿坤国王坐在昏暗的房间里，手中摇晃着红酒杯。满月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明天之前把禁闭的准备工作做好。侍卫低头回应道：“遵命。”别馆的工作室内灯火通明，艾迪亚擦了擦汗，这一块区域总算搞定了。他换上轻便的女仆装，清洗了沙发套，擦净了灰尘，还在桌上摆放了一盏可爱的灯笼。
艾迪亚看向另一边，接下来是那个大书架，真是个又高又大。难道这里原本是书房吗？他顺着梯子爬了上去，想要整理顶层的书籍。他突然停下动作，发出一声轻疑，这是来自瓦伦蒂坎王国的书。艾迪亚翻开书页，瓦伦蒂坎和阿斯莫虽然口语差别不大，但书写文字却截然不同。虽然转生之后，我对这些还不算太熟悉，但我确定这就是瓦伦蒂坎的文字风格。寂静的房间内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声响，艾迪亚警觉地看向四周，谁在那里？他感到一阵紧张。辛斯大人说过，他今天不会再来了，因为他要去见一个女孩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艾迪亚心想，总之先下去再说。他急忙从梯子上往下爬，脚下却突然打滑，整个人失去了平衡，向后仰去。一只有力的手臂稳稳地接住了他，将他整个人横抱在怀中。艾迪亚惊魂未定，缓缓睁开眼睛。卡里奥大人。卡里奥注视着他，你受伤了吗？艾迪亚摇了摇头。卡里奥松了一口气，那就好。艾迪亚站稳身体，谢谢您来救我。卡里奥问道，不过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艾迪亚回答道，是辛斯大人告诉我的，他说有个地方非常适合我的工作。卡里奥想起辛斯曾对自己说，今晚在我们的秘密基地见面吧。他在心中暗自抱怨，那个男人明明是因为辛斯的邀请我才过来的。他开口说道，这栋别馆是我和辛斯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，就像秘密基地一样，原本似乎是我母亲在使用。艾迪亚惊讶地重复道，卡里奥大人的母亲？卡里奥点了点头，是的。他指着墙上的画像，画像里的那个女人就是她。她在生下我后不久就去世了，所以我对她了解不多，但听说她生前很喜欢待在这个房间里看书。艾迪亚有些慌张地说道，我不知道这里是这么珍贵的地方，非常抱歉，没有经过您的允许就擅自闯入。卡里奥看向他，没必要道歉，倒不如说，看到这个曾经荒废的地方被修复得如此美丽，我反而很感激，请随意把这里当做你自己的工作室来使用吧。艾迪亚惊喜地问道，真的吗？非常感谢您，我一定会尽全力在这里创作出优秀的作品。卡里奥露出微笑，看到你精神好些了，我就放心了。艾迪亚愣了一下，什么？卡里奥说道，因为你拒绝了早餐和茶点，我一直担心你是不是生病了。艾迪亚有些羞愧，看来我让他产生了不必要的担心，但我绝对不能告诉他，全是因为做了那样的梦。卡里奥走近一步，伸手触碰艾迪亚的脸颊，你的脸突然变得很红，真的没有哪里不舒服吗？艾迪亚猛地向后退开，我的身体非常健康。他避开卡里奥的视线，支支吾吾地解释道，我拒绝邀请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工作涉及产品开发，我只是想集中精神。卡里奥看着他，工作呀，我明白了，这很合理。他转过身，看向窗外明亮的满月。艾迪亚轻声唤道，卡里奥大人。卡里奥说道，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无法见到你了，所以你不需要急着完成开发，按照你自己的节奏进行就好。他迈步走向门口，下次见。艾迪亚看着卡里奥离去的背影，心中充满了疑惑，他说的一段时间无法见面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尤利克独自站在昏暗的房间里，手中紧握着一张信纸，上面写着，我现在没心情，下次再说吧。尤利克低声的喃道，是这样吗？他心中充满了怨怼，尼尔真是个自私的男人，明明是在教皇的批准下成为了神权政治的统治者，却无视神圣的经文，整天沉溺于女色之中，而现在他竟然迷恋上了一个只见过一面的无名女子。尤利克咬紧牙关，即便这一切都是为了成为王后，即便我冒着触犯禁忌的风险，只为了能被她拥入怀中，可他竟然在执着于另一个女人，我绝不会原谅他。只要利贝拉托雷还活着，尼尔国王就绝对不会停止寻找，我一定要让他陷入绝境，让他不得不彻底放弃那个女人。两名身穿黑袍的刺客单膝跪地，尤利克小姐。尤利克转过身，看着眼前的部下说道，你们来了。刺客低头回应道，是的，我今晚就出发前往阿斯莫王国。尤利克眼神冰冷，这一次一定要彻底解决掉那个女人。刺客坚定地回答道，遵命，我们一定会带着您想要的结果回来。两名刺客准备离开别馆，一个声音突然响起，站住！刺客惊恐地停下脚步，陛下，请问你有什么吩咐吗？尼尔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们，这句话应该由我来问你们才对。他走向两名刺客，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，你们这些人。他突然伸手掐住其中一名刺客的脖子，将对方整个人提了起来，看来你们隐藏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情报啊。另一名刺客开口求饶，请住手。尼尔国王。尼尔冷冷地看着他，为什么不给我带路呢？带我去利贝拉托雷躲藏的地方。几天后，艾迪亚走在皇宫的走廊里，神情显得有些忧郁。辛斯从前方走来，艾迪亚停下脚步喊道，辛斯大人。辛斯微笑着回应，小姐，怎么了？为什么愁眉苦脸的？难道你已经开始想念我了吗？艾迪亚无奈地回答道，不是那样的，只是我最近完全见不到卡里奥大人，所以我试着询问了周围的人，但是没有人愿意告诉我卡里奥大人在哪里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辛斯挠了挠头，果然你在意这件事，但是卡里奥大人特意嘱咐过我不要多说，所以由我来告诉你似乎不太合适。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，他有权知道。辛斯微微躬身行礼，陛下您旅行回来了。阿昆国王回应道，没错，卡里奥还是像往常一样被监禁着吗？辛斯点头，是的。艾迪亚一脸震惊，监禁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监禁他？阿昆国王平静地说道，别大惊小怪，他被关起来是有原因的。艾迪亚反驳道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监禁他人都是错误的，请让我亲眼确认卡里奥大人是否安全。阿昆国王微微一笑，很好，那就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确认真相吧。
艾迪亚在指引下来到了皇宫深处的一座孤立高塔前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僵在原地。卡里奥赤裸着上身坐在昏暗中，身上布满了触目惊心的伤痕，紫色的雷电如同毒蛇般缠绕在他的躯干与双臂上，不断迸发出刺眼的电光。艾迪亚冲到铁栏前，双手抓着栏杆大喊：“卡里奥大人！”卡里奥发出痛苦的惨叫，声音在阴暗的石墙间回荡。阿昆国王迅速上前，展开一道蓝色的防御法阵，挡在艾迪亚身前，将他从危险的雷电边缘拉开。他低声警告道：“退后！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关着他了。在这次发作平息之前，绝不能放他出来。”艾迪亚问道：“这种发作会持续多久？”阿昆国王说道：“这种发作每个月都会发生一次，从满月之夜开始，至少会持续整整1周。”艾迪亚愣住：“整整1周吗？”他看向铁栏内，卡里奥正被狂暴的能量折磨，这次发作才刚刚开始，他却已经变得如此虚弱，难道就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吗？阿昆国王回应道：“无能为力，这也是他的命运。”艾迪亚反驳道：“无能为力是什么意思？”阿昆国王说道：“你现在应该已经完全了解卡里奥的情况了。辛斯带他离开这里。”辛斯低头应道：“遵命，大人。”他走到艾迪亚身后，推着他的肩膀向外走去。艾迪亚挣扎着喊道：“请等一下！”他的声音在风中消散。这太残酷了，他的亲生儿子正在承受这样的痛苦，而他甚至都没有尝试去提供任何帮助。辛斯说道：“我相信阿昆国王也想为他做点什么，只是除了把他关在塔里，他已经无能为力了。”两人坐在庭院的长椅上，艾迪亚重复道：“无能为力吗？”辛斯解释：“那些发作是因为卡里奥大人的身体无法承受自身的魔力容量，就像是魔力失去了控制。”艾迪亚回忆着：“经你这么一说，我确实记得听说过卡里奥大人拥有惊人的魔力。”辛斯点头应道：“没错，可以说他正在被原本应该保护他的魔力所伤害。一个人的魔力容量通常是继承而来的，但是卡里奥大人的魔力完全盖过了他的父母，因为他天生就拥有过量的魔力。”艾迪亚看向辛斯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称之为命运。辛斯说道：“其实有一种治疗方法，但由于这种方法从未成功过，我想陛下已经放弃了。”艾迪亚追问道：“那是什么样的治疗方法？请告诉我。”地牢深处，卡里奥倒在冰冷的石砖上，雷电不断撕裂他的身体，这种痛苦简直难以忍受，而且1年比1年更加剧烈。这些发作是从他进入青春期时开始的。医生看着昏迷的卡里奥说道：“卡里奥皇子的魔力太庞大了，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，这就是发作的原因。”阿昆国王问道：“所以让他使用魔力就能解决吗？”医生点头：“是的，但是如果他的魔力继续以这种速度增长，这种方法最终也会变得毫无意义。”阿昆国王问道：“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”医生回答道：“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与某人结合。”阿昆国王确认道：“结合？你是说那种意义上的？”医生点头：“长期以来都有这种说法，释放身体的欲望与调节自身的魔力息息相关。”卡里奥放弃了尝试阻止发作，转而选择单纯的忍受他们。他躺在床上，任由魔力在体内横冲直撞，痛苦的蜷缩着。成年之后，我每个月都会把自己关在塔顶，独自忍受痛苦与折磨。即便如此，我原本还留有一些余力，但是现在我已经快到极限了。难道我就要死在自己的魔力之下了吗？如果我死了，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？还有他，那个被我带到这里的女孩艾迪亚会怎么样？卡里奥闭上眼睛，意识逐渐模糊，在一片虚无的白光中，卡里奥独自站立着。这是梦吗？他赤脚向前走去，每迈出一步，身体都仿佛在痛苦的尖叫。但比起这些，此刻他的内心更加煎熬。卡里奥看着自己的胸口，这种空洞的感觉，一直在渴望着什么。这是什么感觉？远处传来一声呼喊：“卡里奥大人！”卡里奥停下脚步，看向光芒深处，艾迪亚出现在光芒中，正向他跑来。“卡里奥大人！”他大声喊道：“我这就过去。”卡里奥躺在地牢的地面上，缓缓睁开眼睛。是梦吗？地牢的铁门被推开，艾迪亚走了进来。他抬起手臂挡在身前，狂暴的雷电不断冲击着他的身体。卡里奥明明已经失去了意识，魔力却依然如此强劲，这简直不正常。他的魔力实在太强大了，连地牢里的魔法防御措施都正在失去效果。但我现在不能逃跑，我必须救他。辛斯曾告诉我，结合是治愈卡里奥大人的唯一方法，但因为他还没能克服内心的创伤，这对卡里奥大人来说非常困难。但是所谓结合的含义，不应该仅仅是指身体上的关系。艾迪亚顶着肆虐的魔力向前冲去，即便没有那种行为，分享爱的方式也有很多种。艾迪亚伸出手，触碰着伤痕累累的卡里奥。卡里奥大人，请不要独自战斗。卡里奥看着艾迪亚，心中默默想到：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，心中那道巨大的空洞是什么了。那是孤独。卡里奥发出一声闷哼，从睡梦中惊醒，他猛地在床上坐起身，心中充满了疑惑：结束了吗？刚才的感觉如此真实，仿佛艾迪亚就在身边，难道那一切都只是场梦？房门被推开，阿昆国王走进房间。你醒了？卡里奥看向来人，父亲。阿昆国王继续说道，看来发作已经完全平息了，真没想到仅仅2天就压制住了。卡里奥愣住了，2天吗？通常至少要持续1周，为什么这次会这么快？阿昆国王感叹，这全都要归功于那个女人。时间回到不久前，艾迪亚站在阿昆国王面前说道，我知道这很危险，但我还是想去帮卡里奥大人。阿昆国王坐在桌边，手中摇晃着酒杯，沉默地听着。艾迪亚低下头，神情显得有些落寞。来到阿斯莫王国已经1个月了，我还是没能做出他想要的魔法道具。这次发作很大一部分是我的责任。阿昆国王回应道，
你多虑了，卡里奥的发作并不是你的错，还是放弃吧。艾迪亚急切地说道：“辛斯大人已经告诉我该如何阻止发作了，虽然不能保证一定成功，但我或许能对他暴走的魔力做点什么。拜托了，请让我进他的房间。”阿昆国王看着眼前的艾迪亚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阿昆国王继续说道：“当他进去抱住你的时候，你体内暴走的魔力竟然真的平息了。”卡里奥陷入了沉思。我原以为那只是场梦，原来艾迪亚真的在这里。在他抱住我的那一刻，我感觉身体被光芒填满了。阿昆国王露出一丝微笑，他比我想象中更有趣。卡里奥说道：“他的名字是艾迪亚。”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艾迪亚抱着药箱走进房间，他惊喜地喊道：“卡里奥大人，您醒了。”卡里奥松了一口气，谢天谢地，你平安无事。艾迪亚回应道：“我当然没事，听说您醒了，我带了一些疗伤的药膏来，让我为您涂药吧。”卡里奥看着他，低声说道：“谢谢你。比起这个，你还好吗？你受伤了？”艾迪亚摆了摆手：“我完全没问题。”阿昆国王转身走向门口，看来我该离开了。艾迪亚坐到卡里奥身边，托起他的手臂：“好了，先从这只手臂开始。”卡里奥发出一声闷哼，艾迪亚吓了一跳：“对不起，弄疼您了吗？”卡里奥摇了摇头：“不疼，我没事。先不说这个，我从父亲那里听说了昨天的事，请不要再做这种鲁莽的事了，即使是为了救我，也不要让自己陷入那种危险之中。”艾迪亚打断了卡里奥的话：“说教的事情还是请先放一放吧，等您的伤口完全愈合了再说。”卡里奥看着眼前的艾迪亚，脸颊泛起红晕，他小声回应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艾迪亚继续为他缠绕绷带，动作轻柔。艾迪亚独自走在庭院的长廊上，心中思索着：虽然卡里奥大人的情况有所好转，让人松了一口气，但我从未想过他竟然一直在承受着如此严重的痛苦。我必须尽快制作出能让他满意的魔法道具才行。艾迪亚停下脚步，看向迎面走来的辛斯。辛斯大人，他走到辛斯面前，深深的鞠了一躬。昨天的事真的非常感谢您。辛斯摆了摆手，我只是很高兴最后能救下他。他注视着艾迪亚，目光落在他的手上。你手上的绷带好像松了，需要我帮你重新包扎一下吗？艾迪亚低头看了看手上的绷带，您说的对，谢谢您的关心，不过我自己可以处理好，所以没关系的。他微微躬身行礼，那么请恕我失礼了，我得回去继续为卡里奥大人研发那个道具了。辛斯看着艾迪亚离去的背影，感觉我好像被拒绝了。瓦伦蒂卡王国，尤利克急匆匆地跑进宫殿。陛下，您真的打算去访问阿斯莫王国吗？尼尔正低头整理着行李。是的，我打算尽快出发。尤利克不解地追问：您为什么要特意跑这一趟呢？如果是为了处理国务，您大可以像往常一样，直接传唤他们的国王过来啊。尼尔侧过头看向尤利克，别再装傻了，你应该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去。尤利克说道：难道是为了那个利贝拉托雷？尼尔点头，没错，我听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消息，他现在就在阿斯莫王国。尤利克愣住了，为什么？你对那个女人如此执着？尼尔说道，我也在想为什么，她确实是个迷人的女人，不过也许等我得到她之后，就会像对你一样失去兴趣了。无论瓦伦蒂卡是否是神权国家，区区一个教皇的女儿，竟然想对我的行为指手画脚，你不觉得你越权了吗？尼尔转过身，头也不回地走向门口。在我回来之前，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自己的行为吧。尤利克独自站在空旷的大厅里，他猛地抓起桌上的酒杯，狠狠地摔在地上，酒杯瞬间粉碎，碎片散落一地。尤利克咬牙切齿地咒骂道：真是的，不可原谅！阿斯莫王国别管！卡里奥走在庭院中，恢复速度比平时快得多，甚至感觉身体比发作前还要轻盈。这全都要归功于艾迪亚，我必须好好向他道谢。他来到艾迪亚的房门前，抬起缠着绷带的手敲了敲门。艾迪亚，你在吗？房间内没有任何回应。卡里奥一脸疑惑，我听说他这几天一直把自己关在别馆里。他推开房门，轻声唤道：艾迪亚。艾迪亚正趴在桌上沉睡，桌上散落着研究资料。卡里奥走到桌边，露出温柔的微笑。他一定是工作过度，累坏了。他看着艾迪亚缠满绷带的手，心中满是愧疚。这些伤痕全都是因为我。他伸出手触碰艾迪亚的手背，艾迪亚在睡梦中发出一声呢喃。他在卡里奥的手心蹭了蹭，轻声梦呓道：好温暖，感觉好舒服。卡里奥愣在原地，脸颊瞬间变得通红。这种感觉绝对不会错的，我竟然起反应了。卡里奥站在桌边，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地方有生理反应，我该怎么办？艾迪亚趴在桌上发出呢喃声，他睁开眼，伸了个懒腰，我睡着了。他看向站在一旁的卡里奥，卡里奥大人，您在那里站了多久了？卡里奥移开视线回应道：几分钟前刚到。艾迪亚盯着卡里奥，难道您觉得冷吗？您一定还没有完全康复。卡里奥回应道：不是那样的。艾迪亚走近一步，如果发烧反复就太糟糕了，让我检查一下。他伸出手想要触碰卡里奥的额头，卡里奥立刻转过头，我没事，反正我正打算回房间休息了，不用担心，请务必不要过度劳累。那么晚安。艾迪亚愣在原地，看着卡里奥匆忙离开的背影，总觉得他刚才好像在隐瞒什么，到底是怎么了？清晨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洒进室内，卡里奥坐在办公桌前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即便昨晚回到了卧室，身体也完全无法冷静下来，几乎一夜没睡。那是我第一次，仅仅因为看着一个女人就产生了生理反应，而且那个人竟然是艾迪亚。如果艾迪亚知道一个对他甚至没有感情的男人，仅仅因为看着他就有了反应，他会怎么想？他一定会觉得恶心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。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卡里奥收起思绪，进来。一名侍从端着托盘走入室内，殿下，有一封信件需要您过目。利贝拉托雷小姐，
希望给瓦伦蒂坎的兰斯洛特公爵夫人寄一封信，我们请求您审阅信件内容并予以批准。卡里奥问道：“你要我阅读他写的私人信件吗？”侍从解释道：“虽然是私人信件，但它是从皇宫发出的。”卡里奥沉默片刻，回应道：“知道了。”他从托盘中拿起信封，拆开信纸读了起来：“亲爱的达芙妮，你最近过得好吗？很抱歉这么久才联系你，我有幸获得了一个在阿斯莫王国工作的宝贵机会。我现在住在王宫里，每天都过着平静而稳定的生活。前几天我有机会去了一趟商业区，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。我对现状没有什么不满，但有时也会怀念以前的日子，怀念那些为你和朋友们制作物品的时光。看到大家那么开心，我也感到了真正的快乐。这一切都要感谢你。等时机合适的时候，我会再写信给你的。”卡里奥读完了整封信，他将信纸折好放回信封，信里没有任何问题。把信寄往瓦伦蒂坎吧。侍从回应道：“遵命，殿下。”卡里奥独自站在窗前，回味着信中提到的那句话。看到大家那么开心，我也感到了真正的快乐。他陷入了沉思。艾迪亚大概是想把他的作品送给尽可能多的人吧。然而，我却一直把他留在自己身边，或许让他更自由的行动会更好。而且，这也是为了让我们之间暂时保持一点距离。几天后，一辆华丽的马车行驶在热闹的商业街上。艾迪亚坐在马车内，看着对面的卡里奥。真没想到卡里奥大人会主动邀请我出来。毕竟在过去的几天里，我总觉得他一直在躲着我。难道之前是我的错觉吗？艾迪亚开口说道：“卡里奥大人，其实我昨天完成了一件新作品。”他将一个精致的木盒递给卡里奥。这件作品的感觉和之前的稍微有些不同。它的设计初衷是提供一种微妙而温和的愉悦感。它利用魔法产生微风，所以不会直接接触到任何敏感区域，刺激感非常温和。我想这样使用起来就不会那么令人畏惧了。他的手指不经意间触碰到了卡里奥的手背，卡里奥猛地一颤，脸色瞬间变得通红。艾迪亚并没有察觉异样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不急着要您的反馈，所以请等您身体完全康复后再试用。”卡里奥低声回应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我晚点会测试的。”艾迪亚看着他一直抱着盒子，关心地问道：“这个盒子挺沉的，您为什么不把它放下呢？”卡里奥回应道：“我没事，这样抱着我感觉更舒服。”他心跳加速，暗自叫苦，这下糟了，身体竟然又产生了反应。艾迪亚沉思着，最近有很多次，我都完全不知道卡里奥大人在想什么。卡里奥看向窗外，看来我们到了。马车停在一栋精致的木质建筑前，艾迪亚看着眼前的房子问道：“这是？”卡里奥解释道：“这是皇室名下的一处店面，虽然已经空置了一段时间，但我相信可以把它托付给你。你觉得在这里售卖你的作品怎么样？”艾迪亚愣住了，“您的意思是我可以拥有自己的店面吗？”卡里奥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意识到不该只为了自己而垄断你的才华。从现在起，你可以自由的在王宫和这家店两处地方开展你的工作了。”艾迪亚有些迟疑的问道：“但是我真的可以公开销售这些东西吗？”卡里奥解释道：“阿斯莫王国没有限制成人用品销售的法律，你可以自由经营自己的事业。虽然这种自由是阿斯莫的优势之一，但我们也不能忽视，由于缺乏相关意识和知识而引发的社会问题。我希望你能帮忙创造一个环境，让我们的公民能够享受安全且健康的性生活。我知道你能做到。”艾迪亚心中涌起一阵暖意，这意味着我已经赢得了他足够的信任，让他愿意把一家店交给我负责，而且没想到他竟然会为我做到这种地步。艾迪亚向前迈出一步：“卡里奥大人！”他扑进卡里奥怀里，“非常感谢您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”卡里奥僵在原地，脸上泛起红晕。艾迪亚猛地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立刻松开手，退后一步：“非常抱歉，是我太鲁莽了。”卡里奥避开他的视线，天快黑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艾迪亚点头：“好的。”夜幕降临，街道亮起了点点灯火。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城中的建筑前，侍者站在车门旁，恭敬地说道：“陛下，我们到了。”尼尔走下马车，伸了个懒腰：“这就是阿斯莫啊，我还是第一次来这里。”随行的随从低声问道：“您确定走小路是明智的选择吗？”随行的随从低声问道：“您确定走小路是明智的选择吗？联系阿斯莫皇室，并请求正式接待，或许会更好。”尼尔摆了摆手：“不需要，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接受那种乏味的款待，真正的乐趣在别处。”他注视着前方的街道，低声的喃道：“等着瞧吧。”利贝拉托雷。卡里奥独自躺在宽大的床上，身体感觉很躁动。每当触碰到艾迪亚的时候，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有这种反应。照这样下去，我又要盯着天花板，直到早上了。他看着桌上的箱子，那是他之前给我的玩具，也许我该试一下。就一小会儿。卡里奥坐在床边，手里拿着那个小巧的装置，他看着上面的按钮，是按这里吗？随着按钮按下，一股微弱的气流散发出来。卡里奥闭上眼睛，正如他所说，有微风吹出来了。这种感觉正环绕着敏感的地方。他猛地睁开眼，发出一声闷哼，又是那个记忆，这次也不行吗？一只手搭在了卡里奥的肩膀上，艾迪亚出现在他身后。卡里奥没关系的。卡里奥猛地转过头，是幻觉吗？不能在做这种事的时候想着艾迪亚，我得把注意力集中在微风上。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艾迪亚温柔微笑的模样，这股微风简直就像他一样。卡里奥发出一声闷哼，整个人脱力般向后倒去。这就是高潮吗？身体感觉比平时轻盈了许多，仅仅是靠我自己，仅仅是通过释放就能得到这种程度的缓解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做了一件可怕的事。1周后，艾迪亚站在梯子上，粉刷店铺的招牌。最近完全没见到卡里奥，他一定很忙吧？虽然没法听到他关于那个玩具的反馈，很可惜。艾迪亚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但现在我得集中精力，让店铺准备就绪才行。他
他从梯子上走下来，大功告成。我一直在纠结该给店起什么名字，但果然还是这个吧。希望这是一个能让我在这里引以为傲的名字。一个声音从身侧传来：利贝拉托雷，那是瓦伦蒂卡式的写法，在阿斯莫王国拼写稍微有些不同。如果你想隐藏自己来自瓦伦蒂卡的身份，最好还是修改一下。艾迪亚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女生回答道：“我叫林内·弗拉姆，这是我的女儿米卡。”艾迪亚好奇地问道：“难道你也是从瓦伦蒂卡来的吗？”林内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这就是你被赶出瓦伦蒂卡的原因吗？”艾迪亚小姐，她坐在长椅上，正如你所料，我也来自瓦伦蒂卡。虽然承认这一点很令人羞愧，但我婚前怀孕了，于是和丈夫一起逃到了阿斯莫。艾迪亚回应道：“我理解，在瓦伦蒂卡，婚前性行为被视为一种犯罪，对吧？”林内说道：“但我算是幸运的那一个，在阿斯莫还有很多被伴侣抛弃的瓦伦蒂卡女性，她们别无选择，只能独自逃亡。”艾迪亚感叹道：“那太可怕了。”米卡在远处挥着手喊道：“妈妈！”林内看着跑来的女儿：“我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和一个温暖的家，所以我很幸福。但有时我也会想，如果有办法能预防意外怀孕，是不是就能减少那些女性的悲剧？”艾迪亚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预防意外怀孕的方法，她指的是避孕，对吧？避孕产品在我的前世是如此普遍，以至于我从未深入思考过它。也许大家现在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玩具，而是能够降低性行为各种风险的东西。林内说道：“抱歉，突然提起这么沉重的话题，我该走了。”他走向远处的女儿喊道：“米卡！”艾迪亚叫住了他：“请等一下，你愿意来我的店里帮我吗？”林内有些困惑地问道：“这是从何说起？”艾迪亚说道：“我保证会做出能让你心愿成真的产品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所以，请留在我的身边，给我一些建议。而且，我也需要有人帮我处理文书工作，我会付给你合理的报酬。”他弯下腰恳求道：“你愿意帮我吗？”林内说道：“你能邀请我，我感到非常高兴，但是请让我考虑一下。”阳光明媚的皇室花园里，艾迪亚与阿昆国王相对而坐。艾迪亚端起茶杯，想到竟然只邀请我一个人参加茶话会，不知道阿昆国王在计划着什么。阿昆国王优雅地品了一口茶，艾迪亚放下茶杯说道：“陛下感谢您今天的邀请。”阿昆回应道：“我才是那个应该感谢你的人，谢谢你，艾迪亚小姐。你救了我的儿子卡里奥，他之前一直因为我而遭受痛苦，虽然花了很长时间，但我觉得我必须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向你致谢。”艾迪亚沉思着，原来陛下知道卡里奥心理创伤的原因。阿昆国王继续说道：“我不认为这顿茶点是足够的报酬，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？”艾迪亚摇了摇头：“我并不是为了得到回报才去做的，也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。不过，我有一件事想向陛下提议，与不特定多数的对象发生关系是很危险的，可能会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况。”阿昆国王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这听起来确实像你会说的话，但我已经针对那点采取了措施。”艾迪亚有些惊讶地问道：“已经有可以解决的办法了吗？”阿昆国王回答道：“是的，虽然目前可能只有我在使用。”他站起身：“作为谢礼，我会送你一个。”一盆长势茂盛的植物被搬到了艾迪亚面前。艾迪亚愣住了：“我从没想过会收到一整棵树。”阿昆国王拿起剪刀，首先切开这棵树的树枝，提取枝叶。他将透明的粘稠枝叶缠绕在手指上，然后把枝叶涂抹在周围，并等待片刻，它就会保持那个形状。这种东西不会完全变硬，所以不会伤害到女性，是个相当不错的冬面，不是吗？艾迪亚恍然大悟，真不敢相信，陛下竟然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。我以前可能对他有些误解。他弯下腰观察着那盆植物，如果用魔法来处理这种枝叶，感觉它能变成像我前世那种避孕套一样的东西。他抱起沉重的盆栽，身体猛地晃动了一下，一双有力的手稳稳地扶住了他的肩膀。艾迪亚转过头，卡里奥。卡里奥转头对身后的侍者吩咐道：“把这盆花送到他的房间去。”侍者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艾迪亚看向卡里奥，关于之前的那个玩具。卡里奥转身离开，保重。艾迪亚愣在原地，他是在躲着我吗？第二天，艾迪亚抱着一大袋物资走在街上。平时他们都会派马车来接我，但昨天卡里奥的态度实在让我很在意，所以今天我选择一个人离开。我本以为最近没见面是因为他太忙了，但是卡里奥，他难道是在生我的气吗？艾迪亚停下脚步，疑惑地看向前方，店铺门前站着一个身影。艾迪亚有些纳闷，这么早会是谁在那里？他走上前问道：“那个？”男人转过身，黑色的眼罩遮住了上半张脸，他的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弧度。“找到你了。”艾迪亚警惕地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？我们还在准备开店。”尼尔走向艾迪亚：“我不在乎那家店，我找的是你。”他逼近艾迪亚，伸手托起他的下巴。“利贝拉托雷。”艾迪亚挣扎着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尼尔拿走艾迪亚手上的钥匙：“我们要不要进去谈谈？”他转身去开门。艾迪亚慌乱地回应道：“等一下，请不要这样。”尼尔抓住艾迪亚的手腕，将他推进屋内。艾迪亚摔倒在地，发出尖叫。尼尔俯视着艾迪亚：“你总是做这种粗俗的事，别反抗了。你甚至很喜欢这样被强迫，不是吗？”艾迪亚一脸惊恐：“我必须尽快联系卡里奥大人。”他抓住胸前的项链，大声呼救：“请救救我！”尼尔伸手夺走艾迪亚手中的项链，他将伊迪亚逼到墙角，俯身问道：“你刚才想联系谁？”看着我，真是张漂亮的脸蛋，你真诱人。林内拿着一把短刀冲进屋内，住手！快离他远点，否则我就不客气了。尼尔转过头，别来碍事，老太婆！他猛地将林内击倒在地。艾迪亚绝望地伸出手，林内！尼尔抓着艾迪亚的胳膊，现在可不是担心那个老太婆的时候，看来我也得给你一个惨痛的教训。艾迪亚闭上眼，不要！屋内突然爆发出一阵强光，艾迪亚缓缓睁开眼睛，
卡里奥出现在门口，周身环绕着巨大的魔法阵。艾迪亚喊道：“卡里奥大人！”尼尔看着卡里奥，阿斯莫的皇太子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卡里奥维持着魔法阵，如果你敢伤害他，我绝不会手软。尼尔沉思着，如此巨大的魔力，情况不妙，我没有胜算。如果我的身份在这里暴露的话，先撤退吧。他释放出烟雾，趁机逃走。艾迪亚被烟雾呛得咳嗽起来。卡里奥冲上前，艾迪亚，这是魔法制造的烟雾。烟雾散去，他看向空荡荡的门口，他逃走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魔力，难道是尼尔国王？艾迪亚看向林内，对不起，因为我被卷进来，才发生了这种事。林内摇了摇头，这不是你的错，等我的腿伤痊愈后，我会再来的。卡里奥按住艾迪亚的肩膀，我会带你回城堡。马车在道路上行驶，发出规律的声响。卡里奥与艾迪亚相对而坐，车厢内陷入了沉默。卡里奥打破沉默说道：“幸好我当时就在附近，才阻止了意外发生。但你今天为什么要一个人去店里？如果你能先跟我说一声，马车和仆人你都可以随意调遣。”艾迪亚低下头，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歉，但是我觉得卡里奥大人似乎一直在躲着我，所以我没法开口向您求助。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失礼的事情？卡里奥移开视线，并不是那样的。车外传来声音：“我们到了。”艾迪亚起身，那我就先告辞了，非常感谢您。卡里奥看着艾迪亚离开的背影，发出一声轻叹，因为我变得有些奇怪，结果让艾迪亚担心了。我必须好好和他谈谈现状，毕竟他一直在为我尽心尽力。但在这之前，我有一件事想要确认。他开口下令，立刻前往瓦伦泰王国。尼尔回到了王宫，他走上台阶，心中思索着：难道卡里奥和利贝拉托雷有联系？我为了不被发现而匆忙赶回来，但现在已经太迟了，真是麻烦。但如果我被认出来的话……侍从走进大殿说道：“陛下，阿斯莫王国的卡里奥大人求见。”尼尔心中一惊，我们并没有预约。他看向侍从说道：“让他回去。”侍从面露难色，他说有紧急的事情，必须立刻见您。卡里奥推开大门，径直走进大殿。打扰了。尼尔怒吼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卡里奥停下脚步，非常抱歉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您看起来气喘吁吁的。尼尔说道：“不用担心，但你到底有什么事？竟然如此强硬地闯进来？”卡里奥说道：“瓦伦泰王国的公民似乎在我的国家引起了骚乱。”尼尔神情一变，卡里奥继续说道：“幸运的是，事态并没有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。如果再次发生这种事，贵国将承担全部责任。作为统治这个国家的君主，我希望您能将此铭记于心。”尼尔咬紧牙关：“我明白了，我会调查那件事的。这家伙，难道他已经发现是我了吗？”卡里奥走出大殿，关上了沉重的大门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君主会盯上艾迪亚，但他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接近他了。我得赶快回家，腾出时间来和他谈谈。夜幕降临，艾迪亚在书房忙碌着，门外传来敲门声。艾迪亚开口：“请进。”卡里奥推门而入：“抱歉打断你的工作，你有时间吗？”艾迪亚愣住了。“卡里奥大人。”他走近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吗？”卡里奥摇了摇头：“就像你之前提到的，我意识到我们最近确实没怎么交流，而且关于你之前给我的那个东西，我还没给你反馈。”艾迪亚露出笑容：“你已经用过那个了吗？”卡里奥避开视线：“是的，以前一直没什么效果，但这一次它起作用了。”艾迪亚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太好了，你做到了，卡里奥大人。”卡里奥说道：“这都是你的功劳。”艾迪亚转过身：“我制作了一个新的，如果你喜欢，也请试一下。”卡里奥接过布袋：“谢谢。”深夜的卧室内，卡里奥赤裸上身，坐在床边。他从袋子里取出一件从未见过的物件，疑惑地心想：这是什么？这种触感与以前用过的东西完全不同，难道是要直接戴上吗？他尝试着去穿戴，却发现过程异常艰难。这东西不仅难以固定，而且带来的感觉也与以往的经验大相径庭。他转过头，看向桌上那个静静躺着的布袋，我好像从未见过他笑得那么开心。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或许是那件东西开始起作用了，总觉得想要把手放在那里。与此同时，艾迪亚正坐在书房整理文件。今天已经听到了卡里奥大人的反馈，也许我该收拾衣下去睡觉了。他的目光落在桌角，为什么这个布袋会在这里？我明明记得刚才已经把它交给卡里奥大人了。他整个人僵在原地，我给错布袋了，交给他的那个袋子里装的是我正在研发的避孕套样品，这下糟了。艾迪亚顾不得许多，立刻起身冲向卡里奥的房间。如果让卡里奥大人知道阿昆大人在用那些东西，可能会触发他的心理创伤，我必须在他打开之前拿回来。艾迪亚急促地敲了敲门：“卡里奥大人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，我是艾迪亚。”他一脸疑惑：“真奇怪，仆人明明说他在房间里。”门内突然传出一声沉闷的呻吟，艾迪亚心头一紧，刚才那个声音听起来很痛苦。紧接着门内传出微弱的呼唤：“艾迪亚！”艾迪亚愣在原地，他叫了我的名字。卡里奥大人，一定是出事了。艾迪亚用力敲门：“卡里奥大人，您还好吗？”里面没有任何回应。艾迪亚心急如焚，该怎么办才好？他试着推了推门，发现门锁并没有插上，门开了。艾迪亚猛地推开房门，冲了进去。“卡里奥大人，您没事吧？”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呆立在门口。卡里奥回过头看向他，脸上带着不正常的潮红，眼神迷离。艾迪亚愣住了，什么？他惊慌失措地退到门外。“对不起，打扰了。”艾迪亚靠在墙边，心乱如麻。我搞砸了，刚才那个痛苦的声音，原来是他独自一人时发出的喘息声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刚才叫我的名字。艾迪亚的眼中闪烁着光芒，难道说，即便是在脑海中想象着我，他也能顺利地完成那种事吗？这说明他的心理创伤已经痊愈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房门缓缓打开，卡里奥披上了一件深色的睡袍。艾迪亚立刻迎上前：“卡里奥大人。”
卡里奥神情尴尬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关于你刚才看到的。”艾迪亚满脸欣喜地说道：“那真是太棒了，卡里奥大人，您刚才叫了我的名字对吧？”卡里奥的脸长得通红。艾迪亚说道：“如果您在那一刻能够想到我，我想这说明您对女性的排斥感已经减轻了。”卡里奥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艾迪亚继续说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让我们努力去增加您与其他女性相处的经验吧。除了我之外。”卡里奥沉默地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艾迪亚沉浸在喜悦中，太棒了，真是太棒了。他向卡里奥鞠了一躬，那么晚安，随即轻快地转身离开。卡里奥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脑海中反复回想着他刚才的话，除了你以外的女性。他关上房门，靠在门板上。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么不爽？他说的并没有错，但我到底想从艾迪亚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反应？难道真的要像他说的那样，去确认一下我是否真的能接受其他女性吗？几天后，艾迪亚站在柜台前整理着货物，心中却有些起伏。昨天我还在为找到克服卡里奥大人创伤的线索而高兴，但如果那些产品不再被需要，也许我的任务很快就要结束了。他低下头，神情落寞。那样的话，总觉得有点寂寞。他猛地摇了摇头。我在想什么呢？我完成了被赋予的使命，应该感到高兴才对。艾迪亚握紧拳头，重新振作起来。接下来的目标是让这家店成功开业并繁荣起来，这也是卡里奥大人之前的嘱托。而且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，是我前世的梦想。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林内拿着一叠文件走过来，艾迪亚小姐，我已经把文件整理好了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艾迪亚回应道：“非常感谢。”林内的伤势痊愈后，便决定留在这里工作。艾迪亚向他展示过自己研发的产品，林内表现出了意料之外的热情。我想变得像您一样，艾迪亚小姐。为了让大家都能拥有安全且愉快的亲密生活，我会为了这家店努力工作的。艾迪亚心中感叹道。现在他对这家店的关注程度甚至超过了我。林内有些犹豫地问道：“有一件事我一直很好奇，可以问吗？”艾迪亚回应道：“当然，请尽管问。”林内试探着问道：“那天来救您的那位卡里奥大人，他是您的恋人吗？”艾迪亚愣在原地。林内继续问道：“或者说他是您心仪的对象吗？”他看着艾迪亚的反应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但是总觉得……”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没什么，抱歉，突然问这种问题。”艾迪亚慌乱地摆手：“不是的，我只是……”他捂着脸笑了起来：“别这样吓唬我呀！”在宏伟的皇宫大殿内，阿昆国王坐在高位上，这可真是稀奇，你竟然会主动来请求帮忙。他直视着卡里奥：“那么你想要什么？”卡里奥说道：“您能举办一场皇室舞会吗？而且我希望您能尽可能多地召集名门淑女。”阿昆国王露出笑容：“你终于对这种事情感兴趣了。”卡里奥回应道：“倒也不是因为感兴趣，我只是想确认一下，我对其他女性的厌恶感是否已经消失了。”阿昆国王重复道：“其他？既然你特意强调了其他女性，那就意味着你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忍受的人。”卡里奥有些局促地回应道：“那是。”阿昆国王在心中暗自思忖，最近出现在卡里奥身边的女性只有那个女孩。他微笑着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既然如此，你想举办多少场舞会，我都乐意效劳。”第二天，艾迪亚看着忙碌的女仆们：“是有什么活动吗？”阿昆国王出现在前方：“艾迪亚小姐。”艾迪亚快步走上前：“很高兴能遇到您，我正想着要把这个交给您。”他拿出一件东西递给国王：“这是对您前几天给我的树叶进行的改良版，为了让需要的人能更方便的使用，我把它做成了独立的包装。”阿昆国王接过艾迪亚递来的东西：“我明白了。”艾迪亚说道：“陛下，多亏了您，我才能这么快研发出来。”阿昆国王微笑着回应：“应该是我向你道谢才对。卡里奥拜托我举办一场舞会，说是为了见见各种各样的女性。”艾迪亚愣在原地。阿昆国王继续说道：“他能有这么大的改变，很可能是因为你。”艾迪亚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您是这么认为的吗？”他垂下眼帘，果然如我所料，卡里奥很快就不再需要我的产品了，这本该是一件好事。可为什么我的胸口会感到如此沉闷？阿昆国王说道：“你也应该参加这场舞会。”艾迪亚愣了一下。阿昆国王继续说道：“这是一个收集产品反馈的好机会。”艾迪亚思考着回应道：“您说的有道理。”他在心中暗自决定，既然事情已经变成这样，从现在起，我需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我的店铺上。他大声说道：“我很乐意参加。”阿昆国王微笑着：“太好了，既然定下来了，你就需要一件礼服。”艾迪亚疑惑地问道：“礼服？”他站在试衣间里：“您真的不必做到这种程度。”他在心中默默想到：“我又不是什么公主，国王竟然把王国里最好的裁缝都召来了。”阿昆国王回应道：“别在意那些，快点出来让我看看下一套。”艾迪亚换好礼服走了出来：“这套看起来怎么样？”裁缝赞叹道：“这套也非常适合您。”阿昆国王看着艾迪亚，发出了一声沉吟：“我本以为他和卡里奥之间的事情会变得很有趣，所以想推他们一把。如果目标是为了取悦卡里奥，那么选一件稍微素雅点的礼服会更好。”他看向裁缝：“我想我们就选第一件吧。”艾迪亚惊讶地喊道：“什么？”他在心中暗自盘算：“那件绝对是这里最贵的一件吧？”他有些慌乱地说道：“您真的没必要做到这种程度。”阿昆国王放下酒杯：“我还会为你指派一名专门负责发型和皮肤护理的女仆，让她在舞会开始前把你打造成最完美的状态。”他站起身离开：“那么就这样定了。”艾迪亚追在后面喊道：“等一下，指派女仆也太过分了，陛下！”卡里奥走上前：“父亲，原来你在这里。”阿昆国王说道：“怎么了？出什么问题了吗？”卡里奥说道：“我听说您为艾迪亚召见了裁缝，您到底打算对他做什么？”阿昆国王微微一笑：“为了这么点小事就急匆匆赶过来，看来你真的很在意他。”卡里奥反驳道：“
那倒不是。阿坤国王微笑着解释，别担心，我没有要把他据为己有的打算，所以你可以放心了。卡里奥问道，是这样吗？阿坤国王回应道，我只是在帮他寻找一个伴侣。卡里奥愣在原地，伴侣？阿坤国王点头，是的，毕竟他大老远来到我们的王国，总该让他在工作之余也体会到一些乐趣。卡里奥低下头，胸口一阵刺痛。舞会当天，女仆们正围着艾迪亚忙碌，为她梳理长发并涂抹粉黛。艾迪亚沉思着，参加这样的活动还是自那次和达芙妮一起参加聚会以来的第一次。虽然那时候我是乔装打扮去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在没有乔装的情况下出席，真的很紧张。舞会大厅内灯火辉煌，宾客们在大厅中交谈穿梭。阿坤国王举起酒杯，今晚我邀请了各界人士参加，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平民，请尽情享受这场舞会。大厅的另一侧传来了阵阵欢呼声，几位名门淑女围住卡里奥。能见到您真是太荣幸了，我从没想过能亲眼见到卡里奥皇子。卡里奥回应道，这是我的荣幸。他在心中暗自思忖，这是我第一次同时和这么多名门淑女说话，不知为何感到有些疲惫。大厅内突然响起一阵骚动，宾客们纷纷看向入口处，那是谁？好漂亮，快看那位女士。卡里奥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，艾迪亚穿着一件紫色露肩礼服出现在大厅。卡里奥愣在原地，艾迪亚有些局促，这件衣服果然还是太显眼了吗？总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。一只手伸到了他的面前，美丽的女士，愿意和我跳支舞吗？艾迪亚有些惊讶，心思大人。他将手搭在心思手上。卡里奥站在不远处，一言不发地注视着这一幕。